朋友们，我们感知外在世界呢，有一堵无法逾越的墙，就是外在世界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刺激，比如声音、光亮、冷热等等，它们进入到人体中时都会被转换为一模一样的信息。所以此时此刻，你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触摸到的一切、嗅到的一切、品尝到的一切，并没有直接进入到你的大脑中。进入到你的脑中的是由这些物体特性所激发出的神经电流。我们的眼耳鼻舌身5种感觉器官都只是一种能量转换器，它们分别对应着色声香味触。所以外在的世界的一切物象，包括原子分子、青山树木、河流动物等等，都并不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脑中而让自己感知到它们存在的。我们所能感知到的只是这些外在世界引发出的脑皮层内神经电流的运行，所以它们都只是我们大脑中的一种感觉。也就是说，外在世界没有真实物质的存在，我们以为的所谓存在都是我们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的一切都是心。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比如现在我站到你面前，你看到的是真实的我，还是你心中的像呢？你一定会说，因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在你面前，你才能看到一个我的像，对吧？就像我们拿着一部手机，摄像头就如同我们的眼睛，我们通过摄像头，然后在屏幕上呈现了影像。那这个像是怎么形成的？你肯定认为外边有个东西通过摄像头看见，然后在屏幕上呈现出来。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看到屏幕上的像跟外面那个东西没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假设屏幕上呈现了一个绿色的杯子，那你一定认为外面有个绿色的杯子。那么如果说这个显示屏是黑白的，那你看到的就不是绿色，而是黑白了。而不同工作原理和材质做成的屏幕，显示同一个物品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最终看到什么是由屏幕说了算。那为什么说我们能见闻觉知的全部都是心的投影与心的映射呢？其实很简单，我们都做过梦吧？它和你梦中投射出场景的原理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你看，我们在梦中有一副能看、能听、能闻、能触摸的身体，但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外面实有的吗？不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吗？因为梦我们都经历过，所以我们很容易接受，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那回到现实，我们怎么也想不通，如果外面没有东西，怎么会能被我看见呢？其实量子力学就能给我们答案。都听说过波粒二象性吧？你观察的时候它是粒子，不观察它的时候它是波。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用心念去干涉它时，它就呈现为波状，就什么都没有。而我们去观察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是在动念，你一动念，它就会因为波的干涉呈现像。也就是说，你所谓看到的人生结果，只不过是一组连续干涉成的像。如果把心比作镜子，那么镜子里面的图像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你做梦的时候就如同这面镜子，只要你一动念，就可以显出世间所有的像。这个像和镜子本身就是一体的，所以看到镜子里面的假象时，你就能知道假象是从镜子投影出来的。所以看到像即是看到心。拿我们之前经常讲的一个例子来说，比如你现在拿着手机在玩游戏，在这个手机显示屏上是不是显示出了游戏的场景？画面里面有一个游戏主角，那现在是不是屏幕里面有一个你？但对于屏幕外的你来说，所有显示在屏幕上的游戏场景都是影像。不管你在游戏里有多少套房子、多少台车子，有多么极品的装备，遇到多么恐怖的场景，哪怕是遇到怪物受了伤，这时候手机反馈给你的震动或者声音，
对于游戏外的你来说，是不是都是假的，都是影像？也就是说，这个显示屏构建出了一个虚拟的画面，同时构建出了一个虚拟的你和虚拟的感觉，让你在里面能听、能看、能闻、能触摸，能感受画面里的一切。而只要当你一执着一沉迷，你就会把屏幕中那个虚幻的像当作真实的你，并沉沦在无限循环的游戏世界里。所以一切的根本就是在于你的起心动念。心念和相的关系呢，就好比蜗牛的两个触角，总是同时升起，同时收回。所以一切相随一切念，一切念即一切相。前进一刹那灭掉，升起前进的那个念一定也会同时灭掉，或者讲一念接着一念，念念生灭，镜像也随之生灭而不住。所以佛家有一句话叫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这句话很多人其实刚开始读的时候有点懵懵懂懂，说前念不生，后念不灭，有念怎么会不生呢？什么叫后念不灭呢？我总结一句话送给大家：人这一世不是你发生了什么，而是你生发了什么，这就是前念不生。什么叫前念不生呢？发就发了，我不让它继续生长；发已经发了，我不再给它继续延伸；发已经发了，我知道它是因缘和合而来，我不在此基础上对自己扣任何的帽子。我们普通人跟圣贤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就是我发生了什么，我就是什么。就说明我们在发的这个过程里面，自己住在了里面，自己在发的这所有的故事里面，一直在生长，一直在延伸，一直在贴标签，一直在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发生不重要，发生以后你的生发才重要。如果我们不对发生去生去发，那么我们当下即是佛。所以这也是永嘉大师说的，了却业障本是空，不了还须常旧债。不了解发生是因缘和合的，是空性的，那你就一生当中只能活在发生里。所以我们当谈起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有时候唏嘘，有时候感慨，有时候后悔，有时候骄傲，其实都源于你在发生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生发。所以我们不要去嗔恨自己的过去，也不要后悔曾经的发生，更不去抗拒现在的命运。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影响你是佛，都不影响你本来清净的心，都不影响你本自具足的自性佛性。所以前念不生的意思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就让它过，我不在过的下一秒做任何的评价和延伸，这叫不生。后念不灭，不灭是什么？因为你还有心。六祖慧能大师说过，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后念不灭就是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一定会有想法，就一定会有念头，一定还会有了不完的缘，一定还会遇到人，一定还会遇到事，一定还会有任何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的发生。不要去拒绝它，不要去屏蔽它，不要去不要它。所以前念不生，后念不灭，就类似于那滔滔不绝的江水，它从上游流下来，再从下游流走。那上游就类似于我们的前面，它只是流，不管这个江水是宽阔还是狭窄，不管是它的水下有鱼还是有虾，它只是流。所以这叫不生，后念不灭。后面它也继续会发生，会运行。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那个即生即不生，即灭即不灭，能产生这个前念不生和后念不灭的那个能。你与这些发生毫无关系，因为一切的发生都是通过你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来获得的幻。举个例子，
比如你早晨出去跑步的时候，在小路上碰到了几只小狗，有没有主人的狗？也有主人的狗，有的狗就在路边直接就拉了粪便。然后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也碰到有人放着很大的音乐，有人呢在那慢慢悠悠地走，有人在那里唱歌，还有人经常会挡住你前进的这个方向。但是前念不生是什么？有狗知道有狗，有狗拉的粪便，有知道狗在拉粪便，有人在听歌，知道有人在听歌，有人从对面过来，知道他过来了，给他让开。这就叫前念不生，只是路过，只是经过，只是发生，不去发出各种评判。比如这么没有素质，声音放这么大，没长眼睛吗？堵我前面。当然，前念不生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解决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但是不住在任何解决上。后念不灭，我知道我在走路，我要继续的走路，这叫后念不灭。所以，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从早到晚的一天时间之内，就在不生和不灭之处，那你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你会拥有非常正常的生活，但是拥有不了烦恼，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